深一些，要细节越详细越好啊。我走了。哎，把烟给我留下。好。不过也跟他们要啊。哎，让他们别进来了。啊，知道了。 齐佩林开门见山提到沈明征，令刘新杰有些意外，却并不担心。可他的心还是一阵颤动，因为那件事虽不是他的弱点，却也是记忆深处不愿触碰的一幕。 这些都是什么呀？齐处长派人送过来的，都是上次汽车爆炸现场遗留的东西。这些线索，那是他们查不下去了才交到我这儿来的。你觉得这有什么价值吗？关于这个爆破手，很多东西还是有用的。处长，我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把它找出来。 怎么样？你暂时还不能撤离上海。组织上有新任务给我，不，是你走不掉了。他们已经有了你的画像，并且秘密下发各个出入上海的口岸。你现在出不去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先藏起来，他们还没有公开通缉你。只要远离车站码头，就不会有问题。记住，没有我的通知，不要再到我这儿来，停止一切活动。 等风声过去了再说。是。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名单上那10个卡车司机，我已经查了大部分，他们确实是在去年的7月份被第8局高薪聘用。从那以后，这些人就再也没有露过面。 这么多人1年多没露面，他们怎么向家属交代啊？家属们被告知，这些司机需要封闭工作，2年以后才能回来。他们所有的信件都是由第8局的一个秘密信箱收转，所以我们根本查不到他们具体位置。老齐找你谈话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先找的我，先问的沈明征的事儿，我估计下一个得找你。你说，他拿我电信处开刀，他什么人品呢？他这不叫拿你电信处开刀，他又不是针对你。谁都知道沈明征那是我的老师，我的上级，我的前任，这不是针对我，针对谁呀？他总得有个切入点啊。 你倒想得挺开，不是？哦，对了，老沈出事的时候你还没调过来，前面的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。谁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？没关系，他第一个问我。老沈是你抓的。哎，我问你，老沈最后什么结果？这真不能说。狗屁！大伯，你这人啊。 心眼太小了，老齐现在必须得把所有人当嫌疑犯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最大的嫌疑犯他不去查？谁呀？当然是李伯涵了，还能是谁呀？你说这个齐佩林哈，
他一直觉得李不寒问题最大，为什么他现在绕着他走？这是我最喜欢老齐的地方，什么事儿他都绕着走。你看，我没嫌疑吧？他第一个找的就是我，这就叫由浅入深，对吧？他要是有这个脑子，当初他就抓到水手了，还能像现在被别人挤开调出来干这个？大伙儿，咱们仨里头，你最聪明。哎，你给我讲讲，你刚才说李伯涵嫌疑最大，对吧？你把证据说给我听听。你等着吧，我会有证据。又是半截话。周汉庭是在前天外出回来以后，出现了第一次明显的异常，也就是说，他前天见到了他的上级，并且得到了警告。他前天的活动范围就是这3个地区，他先后在这3个地区离开过我们的视线。也就是说，这3个区域里面肯定有他和上级接头的地点。对，3个区域必居其一。你这样，你赶紧调集人手，把这3个区域给我监控起来。好，可处长，周汉庭既然已经休眠，就会切断和上级的联系。如果真是那样，他还会在这一带出现吗？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我让你监控的目的不是周汉庭，而是这个人。这是我得到的一些木马基地的发报记录。这些发报记录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我是从孙大普的情报垃圾里淘来的。我正在根据这些记录在测算木马基地的坐标，可是怎么算都算不对。照我的算法，木马基地在大海中间。在大海中间，木马基地在一个岛上。如果是一个岛的话，那这个岛一定曾经有过秘密用途，所以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。如果要在一个海岛上建立训练基地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？岛不能太小，至少得有几十平方公里，而且需要有基础设施，房屋、淡水、电力和码头。有了这些条件，就能缩小范围。另外，这个岛上一定要有公路。我派人查了那10个卡车司机，他们自从被李伯涵雇佣以后就失踪了。另外，李伯涵新买的那10辆卡车，你也不是一直没查到吗？卡车在岛上。这样，我马上把这些情况上报中央，建议他们对这一片海域进行侦查。这就是刘处长这段时间密切接触的人。就是他，这个人，在盖斯勒诊所的名单中，又是刘兴杰的新朋友。会不会是巧合呢？我不相信巧合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巧合。如果刘兴杰真是那个人，那这个段海平也就不一般了。您刚才说刘处长是哪个人？局里的高层中有一个共党打进来的卧底，这你不会没听说吧？下面倒是有一些议论，可我从没听您对我说过。您不会怀疑刘处长是那个卧底？要不要我查查他的历史？意义不大。高明的卧底一定有一个天衣无缝的历史。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现在。那现在您让我做什么？调查刘兴杰，还有这个段海平，我需要他们的一切。那水手呢？我对水手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卧底。
因为他的存在威胁木马的安全。我调你来的真正目的，也是帮我抓住这个卧底。明白了。段海平的事儿要保密。您放心，天知地知，您知我知。还不够，我要你做到天不知地不知，你不知，我知。我不是跟你说过谭中树把他妈妈接来的事儿吗？我大概知道他不告诉我的原因了。哦，国民党制定了一个撤退计划，像谭中树这样位高权重的人都要把家属接到台湾去。看来他们离撤退的日期越来越近了。还有，戚佩林不是负责调查卧底吗？他找到了一条线索，我觉得他离目标越来越近了。什么线索？第8局原电讯处处长沈明征。沈明征，我知道他，他是咱们原来在第8局的一个卧底。他是我的前任，也是电讯方面的专家，是第8局的元老。他隐藏得很深，我也是在他暴露之后才知道他曾经存在过。好像是在35年，他突然毫无征兆地失踪了。不是失踪了，是牺牲了。我是民国35年2月初调来上海的，就在老沈牺牲前1个月。我到上海的那天是大年30，当时我还不知道，我就是为他而来的。刘长官是第一次来上海，抗战前我来过，那您的家眷什么时候到？我没家眷。哦，你是哪个处的？情报处。欣杰，你没变，义军。是啊。姐啊，这么快就来了啊？快叫欣杰叔叔。欣杰叔叔，你都长这么高了，来。走走走走，屋里说屋里说。在来上海之前，你和谭中树失去联系有多久？2年。他来上海的时候，我还在住院呢。那后来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？中央让我想办法打进第8局，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做得太主动，我给总参谋部写了一封信，要求调动工作。我知道谭中树的第8局神通广大，果然在我调动的过程中，他发现了我，他给我发了封电报，约我来上海。欣杰啊，我一直希望你能在上海安定下来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申请过调动吗？现在正好8局缺人手。可我就是一个粗人，除了打仗什么都不会，在你局里我能干嘛？是这样啊，8局内部呢有一个共产党间谍，我希望你帮着我抓住他。此人叫沈明征，也是个电讯专家，也是8局的元老。以他的经历和他的级别，像我都不便公开调查的。但是上边呢，催我又催得紧，不能再拖了。我帮你干嘛？确定他的身份。如果他真是共产党，除掉他。这件事儿只能你来做。为什么只能让我来做？因为我是局外人。不，因为你是我最信任的人。根据中央的指示，沈明征是我的第1个联系人。我必须首先跟他接头，我的潜伏10年才算正式开始。而谭中树的安排却表明老沈已经暴露，这让我感到很困惑。我没有想到，这一切其实都在老沈的计划中。你好，我是沈明征。
你已经见过我的照片了，是吧？你是刘金杰，我也认识你，因为是我请求上级派你来的。老沈已经潜伏了很多年，那次他不惜暴露身份，是为了破坏敌人一套极其精密的密码系统。他在行动以前，请求中央为他物色一个接替他的人选，那个人就是我。这么说，中央派你打入第8局，是为了接替老沈。你的身份也是最高机密，在你休眠期间，连我都不知道你的存在，就像当年的老沈。像我们这种休眠者，一旦被唤醒，就意味着暴露和牺牲。那当年老沈的牺牲，你觉得值得吗？值得。这套密码系统是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来的，运算极其复杂，光是使用前算法的转换，就用了整整4个月时间。可是再精密的密码也有破译它的方法，我们干嘛不找破译它的方法呢？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关键问题是时间，就是因为它复杂，顶尖的破译高手，方法正确加上运气好，破译它起码需要1年的时间。在破解的之前，咱们的部队在战场上就是聋子瞎子。为了能给咱们部队换来1年的时间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值得。我还是不明白，这套密码你是经手人，你最熟悉它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等它使用以后，再用隐蔽的方式传递它破解的方法呢？简单的说吧，一旦这套密码投入使用，只要改变几个简单的参数，就连设计者本人也很难攻破它。这也是他一种防御方式。我只是个经手人，将来他投入使用后，拿他也没办法。所以趁着现在还在我手里，先把它毁掉。你是唯一能破坏这套密码的人，所有的嫌疑都在你身上。谭中树现在把你的事情交给我了，我们可以想办法。你错了，我要想自保，在谭中树察觉之前，我就可以一走了之。但是第8局内部的位置太重要，我请求中央派你来，是让你来接替我，而不是帮我脱身的。谭中树这次想接我的案子，考察你的能力和忠心，你必须通过考察，才能进来做上一把交椅。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按照他的意愿，把我送上断头台。咱们再见面的时候，你要扮演好你的角色。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我的角色是审讯官，而他是囚犯。我看着他经历了种种酷刑，我看着他一次一次昏过去。他每次昏过去，其实我都希望他不要再醒过来。谭中树一直在观察我，我知道我要做的就是一名刽子手，把老沈送上断头台。老沈毫不隐瞒他共产党员的身份，除此之外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谭中树对我的努力给予了极大的肯定，案子还没结，他就决定留用我，让我当总务处处长。我想，我应该想办法结束老沈的痛苦。我知道老沈想的和我一样。谭中树对我很满意，任命书已经下了。
这个给你，10秒钟，很快能通过。不，这个不行，他们会怀疑你的。我已经观察，每天下午4点半是换班时间，走廊里有的警卫都带着枪，这是我唯一的计划。明天下午，你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提上。好。您签个字。谭中树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，他对外宣布沈明征失踪，案件封存。我顺理成章地进了第8局，做上这把交椅。既然如此，齐佩林现在突然翻出老沈的旧案，肯定是针对你，而且他一定得到了谭中树的首肯。齐佩林调查的方向虽然没错，但沈明征的案件对我不会有太大的不利因素，他们的圈子能绕得再大一些，给我的时间多一些。圈子绕得再大，最后还会绕回到你。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，好好想想，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关仁兄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局里啊实在是太忙，到现在才来看你。其实啊，我知道你们忙，你没必要亲自来看我。你看看，我也招待不了你，还让你端茶倒水伺候我，多不合适。哎，这有什么不合适啊？咱们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这茶不错，武夷山的秋茶，上海见不着。行啊，齐处长，还是你识货呀。哎，这是昨天刚从福建寄来的。哦，福建有亲戚？我没有，一个朋友送的。哈哈，乔小姐吧。刘金杰这个大嘴巴，都跟你们说了是吧？顾仁兄，这么大的喜事还瞒着，不应该啊。哎，好福气啊！乔小姐这年轻漂亮又有气质，哎呀，
你说让这么个漂亮小姐成天伺候你，不大合适。哎，住院吧。哎，没必要，有她一个人照顾就行了，每天都过来。哎，乔姐，你每天还要上班。再说了，人家还没嫁给你了，就这么麻烦人家，太不好了。住院好啊，饮食起居有人照顾，治疗起来也方便。不去。你看，我这骨折不厉害，再说了，复位复的也不错，啊，不需要什么治疗，在家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。万兄，这我可得说你，千万别把自己的病不当回事儿。华德医院的骨科主任是我的同学，真的啊？留美回来的，医术相当好，我都替你安排好了啊！哎，来。哎，用不着，真的用不着。我跟你说，真得好好检查检查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呢？是不是？来，我跟你说，那我也得收拾一下，是不是？待会儿啊，我给你收拾好了，给你送过去。乔姐那儿，我打电话给你打招呼啊。其实真不着急，用不着。你看看这个，来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啊，好，小心。来，乖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谢谢啊。咱什么关系啊？你看，是得有个人照顾，方便啊。待会儿回来收拾啊。我放心了啊。看着齐佩林突然带走马蔚然，刘新杰清楚，齐佩林已经接近正确的方向。尽管齐佩林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一点，他也很快就会明白的。齐佩林会施加多大的压力，马蔚然又能坚持多久，刘新杰拿不准。他只知道，时间不多了。这3个区域我都仔细排查过一遍。这是周汉庭甩开跟踪人员的第1个地点，周汉庭摆脱跟踪的惯用地点新兴电影院就在这附近。我去电影院查过记录，周汉庭到的时间正好与早场散场的时间相吻合。我判断他到这里兜一圈是为了确保安全，所以这不是他的目的地。这个电影院我知道，这是他们的常规手法。这是周汉庭消失的第3个地点，他进了一个穿堂门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我也去走了一遍当天的路线，那条街太静了，有陌生人经过非常的明显，不适合隐蔽，所以我判断这也不是他的目的地。你说的对 ，C 区离周汉庭家是最近的，而且后面的几条小路都可以让他回家。他上级机关的地点也不可能设置在离他家这么近的地方。对，所以 A 区、C 区是他一去一回的安全路线，他最有可能去的地方还是这里。那 B 区的具体情况呢？这是2个商业区的交汇处，这里是2个繁华大街的连接线，这一大片都是居民区，临街都是店铺，来往的人多，面积大，也很复杂。所以，我判断水手的秘密据点最有可能是在这个区域。我同意，立即在 B 区布置重兵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呢。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不好，都是因为那2封信。这事跟你没关系，是有人在我背后捣鬼。是什么人要这么做？怎么说呢？我办公的地方跟你的学校不一样，总是有人在勾心斗角。如果真像你说的是官场上的勾心斗角，我倒放心了。只是我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他们怀疑你是共产党。不会吧？
你怎么会这么想？这是现在最流行的罪名啊！那些爱整人的小人，看见谁不顺眼，就揭发是共产党。嗯，说得对。我知道，你特别认真的说我说的对的时候，就一定是我错了。不是，是因为有的时候，你能把复杂的事儿想得特别简单。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说，段校长想让我去南京的音乐学院进修半年。什么时候去？如果要走的话，下个星期。看样子他没跟你说是吗？没有啊。我以为他会提前告诉你，因为你们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可能因为这是你们学校自己的事儿吧，而且关乎到你的前途。他可能觉得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。那你什么意见呢？你觉得去对你有好处吗？你是不是有急事儿？对，我有一个挺要紧的约会。那你先去忙吧，我的事儿以后再说好吗？好，这样吧，如果你定下来去的话，你提前告诉我，我送你好不好？我先走。哎，大伯，上次查的那个交换机在什么地方？也是在一空房间。我弄清楚了电话机的工作原理，马上查线路。也就是在第3天吧，就找到了。可是机器已经让人给拆了。嗨，这个线索断了，咱们找另一个呗。你说他们藏，咱们找，落后几步很正常，别灰心啊。我能不灰心吗？本来就不信任我，就算我查到有价值的线索，也没人帮我跟进呢。我每犯一次错误，对我的怀疑就增加1分。哎，大伯，你怎么这么想啊？谁不信任你了？得了吧！我知道你在复查老沈的案子。啊，他是我老师，我又是他招募进局里的，又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。你查他，那你不是针对我，那你是针对谁呀？哎呀，大伯，你就踏踏实实查你的案子吧。我现在只能告诉你，我复查沈明真绝对不是针对你。那你是针对谁呀？他的另一个接班人。哟，来了，坐。你觉得在这儿见面好吗？哦，我还没顾上跟你说呢，我已经把这儿给盘下来了，打算自己当老板。当然，铺面需要重新修缮一下，正好你利用职务之便过来帮我。这样好，买下你心爱的书店，符合你的做派，以后我就能常来了。嘿，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，送给谭中树的，是庄先生公司的经营报表，以及所有船只的货运清单。这些报表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假的，现在还不能给他真的，一旦给他真的，我就得向庄先生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不过这些都是在真的基础上经过精心修改的，它详细记载了所运的货物和到达的港口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有一个计划，你说让谭中树能够感觉到，但达不到目的，你是指这个？
这只是第一步，先试探他一次，起码能争取到一些时间。但这资料是假的，我不能保证拖住谭中树太长时间。能拖多久就多久，15天以后，第一艘装药品的船就能到港。这是为你准备的情报来源。熊一维，庄先生公司的一个乡里，故事和身份都已经编好，可以让他们查他的点儿。这个人必须要保证随时消失才可以。我知道。我有2件事情。第一，马维然被齐培林带走了，现在看来，马维然的腿伤并没能左右齐培林的视线。如果万一马维然承受不住压力的话，我必须得动手。到时候我可能需要你配合。没问题，你来定方案，我这边全力配合你。第二，关于李德元的投诚，必须要我亲自确认。你要立即通知解放区，绝不能让他自由走动，也绝不能让他接触秘密文件。行，我马上向上面汇报。你再摸一下李德元的底，但是记住，不能冒险。我知道。有具体方案吗？上次假火警的时候，我已经找到了李德元的住址和他2处安全房的地址。我先把他这3个窝摸摸再说。好。我走了。嗯。怎么？顾叶家跟我说，你把他调到南京进修了。对。顾老师在南京的生活和安全都由我来负责，你放心吧。你的这个决定跟我有关系吗？你还记得我们俩聊过你的弱点吗？我把顾老师暂时调离上海，对你对他都有好处。顾叶家是谭中树太太介绍给我的，如果我不跟他接触，别人会觉得我有问题。我觉得他不能算是我的弱点，他算是我的掩护吧。你对他真的只是逢场作戏，只是为了掩护？我相信你对他是有感情的，这就是我送走他的原因。敌人想要打你的主意，首先会在他身上找突破口。前段时间他的通信已经被监视过，这就是一个信号。你现在不能有任何牵挂，一旦有危险，就要放下一切。谢谢。保重。干什么去了？我派人找了你半天。紧闭室坐着太无趣了，我干了点私活，看看。这是庄元军公司这1年的营业报表。好，有了这个，我就可以缩小范围，精确控制了。哎，找你来呢，跟你说件事儿。有个脏活儿，必须带你去干。多脏？很脏，非常脏。我呢，接手了26个政治犯，他们全都是共产党。这些人呢，大多经历了劝降、逼供，不为所动，简直就是难啃的硬骨头。这都是从哪儿转过来的？南京、上海、武汉，全国各地的情报部门送过来的，现在已经到了九曲桥监狱。上头的意思呢，是让咱们处理。没办法，我只有接下来了。那上头什么意思？怎么处理？现在的局势你是知道的，东北不保，接下来就是华东和华北。那么这批人呢，有没有利用价值？所以都杀光。
吹散乱世中的尘埃。我们相遇在英雄的年代，一样不灭的情怀，沉默的期盼，岁月流转了各自的成与败。与舒展黎明前的光线，我们却站在向往的彼岸，一起吞下酒的暖，天国间的海，分了天涯，你和我各走一半。同样是灿烂的繁星，也有不同的轨迹，落在哪里你我都是好兄弟。就算这一次远去相隔千里，我们的心还会再一次靠近。从此后行走的天地又多了一份孤寂，请别忘记你是我的好兄弟。时间笼罩了记忆，荒草萋萋，回眼望去，是我们洒过泪的土地。